我真的有点担心了，因为程序开发的方式真的要变天了。现在的 AI 不仅可以让你用无代码的方式快速的生成应用，它还可以帮你实时渲染结果。最可怕的是，它还提供了完整的源代码，可供你二次开发。在前面的几期视频里面，我分享了在 WebSim 上面用无代码的方式快速创建微信朋友圈，以及经典游戏 Flappy Bird 的全过程，从头到尾我没有写过一条代码。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2期视频的话，可以通过点击右上角的链接找到它们。但是很多人觉得 WebSim 还是很鸡肋，因为它无法提供源代码的下载，不能进行二次开发，所以难以在实际的工作中真正的提高效率。但是在 AI 时代，只要你想得到， AI 就能办得到，而且比你想象的速度还要快。接下来我会分享我利用 Cloud 的 Artifact 功能，分别制作了一个 To-Do List 的应用，一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和一个实现了交互功能的网页。这样的3个任务在平时怎么说也要好几天的时间吧，而我这次只用了不到10分钟。这是一个微软的 To-Do List 的应用，我把它截屏以后，然后让 Cloud 帮我做一个相似的应用出来。来到 Cloud 的网站，我先上传我的截屏，然后输入要求，然后你就可以看见 Cloud 开始执行了。在右边的 Artifact 的区域中，快速的在生成 React 的代码。代码完成以后， Artifact 直接切换到了预览界面，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应用就已经可以交互了。点击每个任务前面的图标就可以勾画掉这个任务。你也可以点击右边的五角星，把它收藏进左边的重要列表当中。在下方你也可以直接输入新的任务，并添加到列表当中去。目前还有些小问题，就是左边栏中的2个分组还不能点击，每一个任务在勾画掉以后还无法删除，每个任务现在还不能够直接更新内容，所以我们调整一下需求，把这些新要求一起发送给 Cloud。然后你就看到 Cloud 在 Artifact 中开始更新代码。我们再来看看效果。现在被勾画掉的任务右边显示了删除按钮，点击后任务就删除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任务收藏一下，看看是不是会进入到重要列表当中。这个功能也没有问题。我们点击一个任务，右边栏展开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更新，但是它并没有提供更新的按钮，所以我们会进一步的提出我的需求。于是我就这样不断的提出修改意见，不断的增加新的功能。经过大概4-5轮的迭代以后，最终这个应用就基本很完善了。不仅可以更新任务的详细信息，我还添加了提醒功能。最后你可以复制代码，也可以直接下载代码文件，并在开发工具中进行二次开发。最后你还可以把它发布到 Cloud 的 Artifact 的平台上，分享给其他人来使用。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帮助，麻烦你为这个视频点赞，你的认可将是对这个频道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最大的助力，谢谢。我们再来看看生成游戏俄罗斯方块的过程。由于 Cloud 每天提供的免费交互次数是有限的，所以我建议你尽可能的在每一次的信息中把你的需求写得尽量完善一些，这样可以减少迭代的次数。我们来看看第1轮的结果。这一轮基本上就已经实现俄罗斯方块的基本功能了。我已经可以用键盘、方向键来控制方块，并且能够正常的消除，同时暂停功能也是有效的。现在我觉得只是需要做一些 UI 上的改善就可以了。经过了大概3-4轮的迭代，我对于最终的效果已经很满意了。你可以看到方块的颜色是随机的，暂停的时候也有了明显的提示，而且消除的时候也有闪烁的效果，而这一切都仅只发生在几分钟的时间以内。我们来看看如何快速的生成网页。相对于应用和游戏，网页的生成就更简单了。你只需要把你的设计图发给 Cloud， 并要求它把它做成可以交互的页面就可以。不过这一次它好像没有真正的理解我的意图，它把怎么做的方法给列了出来，
但并没有帮我生成代码，所以我调整一下我的需求。这次好了，它很快写出了 HTML 的代码，看上去它把我的页面简化了，但是我要求的交互功能它基本上都做好了。由于我今天的免费次数就要用完了，所以我就不进一步的去做页面的调整了。这里只是简单快速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去生成网页就可以了。在 AI 时代，每个有想法的人都可以成为产品经理，因为当你有了 Artifact 这样的工具，你就自带了一个专业的开发团队。他不仅经验丰富，态度谦和，而且不知疲惫，从不抱怨。最重要的是，他比任何人都努力，因为他在24小时不断的学习和提高。每一个人在 AI 时代的洪流中都会受到冲击，冲击过后，有些人会被淘汰，而有些人却能飞得更高。我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你带去一点点思考。AI 时代不是关于 AI 取代人类，而是关于人类与 AI 共同成长。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